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琛。2025年12月9日，这是我玩崩铁的最后一天。这期视频作为我的一个纪念视频。刚好今天的月卡是最后一天到期了，这天还是在崩铁的 3.8 版本。虽然我知道了崩铁 4.0 延期砍福利的消息，这真的会让很多玩家真的因此放弃这款游戏，但这不是我退游崩铁的主要原因。后面的话我会慢慢讲的，主要是做完今天的日常，盘点一下我崩铁中的资源，那么我就可以正式上线了，退游崩铁。然后最后一次接触米哈游的游戏了，从此以后我便不再主动接触任何米哈游出的新产品。未来你也不会喜欢上任何一个米游角色，同样也刚好给5星的常驻瓦尔特拉满天赋。这样的话，我的角色池子仍然保持着全部80级的状态。至于为什么刚获得了瓦尔特，那当然是从西联的阿普池里面挖出来啦。都玩了这么久了，做好小保底 BY 的打算吧。好，我统计了一下我的角色池，我从获得第一个5星角色 CL 开始，一共获得了28位5星角色，其中21位是限定的5星角色，至少曾经是限定啊。更期我最常用的5星角色有哈蝶、深 K 日、白二、提宝还有风景。基本上说都是3.0以上的3.0以上的角色。至于的角色呢，无一例外全部被遗忘在了膨胀的历史。对我来说，在任何场景他们都再也没有用处了。新魂方面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续命的机子，歪的太多的同时还总是歪机子，以至于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直接把续命的机子挂在我的主页，供给好友使用啊。但是不过现在看来，就算是满命的机子，实际上也发挥不出什么作用了哦。其他5星角色的话，几乎没有新魂。之前在我看来，限定角色其实抽那个新魂的性价比挺低的，还不如要一个升角色所以我一般不会抽下去。然后背包机人随便推一下，最后是留下1000万那个废纸，275个星穹加上589个美刀多了这玩意我都懒得谁，反正也买不起一个2000块的皮肤嘛，你说是不是？光锥的话，我一共获得过18种5星光锥，专属光锥的话，那也就只有12个哦。如果只看限定角色的专属光锥的话，那我更是只抽过6个2只手都数得出来1、2、3、4、5、6就6個，多就冇了。雖然崩鐵它經常宣傳它的福利比原神好，但是我玩了2年下來，我只想問一句到底好喺邊度到底好在哪裡了？看起來只有50%的不歪率怎麼好像有的人體驗下來幾乎80%都會給你歪掉哦。次次接近170抽只能獲得一個限定角色，一個版本下來給你抽過80抽都不錯了。往往你好多情況下你得湊齊4個限定5星組成的隊伍，你才好打通一個上半的深淵這還不算完，然後你這個隊伍的 bogey key 可能也只有崩0左右，到時候你又得抽深的隊伍才能打得過哪天這遊戲的膨脹速度超過了金巴不為幣我都一點都不覺得奇怪呢。不過呢冇所謂啦，再怎麼生氣憤怒也冇用的，不如趁現在趕緊解脫來的實在
看了一下我3月期的获得日期，2023年的5月1号，这个劳动节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下午是在一台安卓手机上下载并注册的。那个时候呢，我非常相信米哈游，还有他们这款这个公司出品的新游戏嘛，就是性能要求太高了，即使是有那个逢魔游戏手机，我都玩的那个很烫的要命。后来呢，就不得不用电脑玩了啊。姑姑喜好，我想我应该非常会热爱的玩下去吧。玩一休尼的那种玩一辈子的那种，因为我终于是真正的开服玩家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在玩原神入坑的时候嘛，我是在2022年7月份我才入坑的原神。那个时候呢，原神都已经出了2年多了，我那个时候才开始注册，所以我根本就不是原先的开服玩家玩这款游戏，所以我就感觉有点不太值得。但是这次我玩崩铁，我就要在开服这个时期注册成为开服玩家。不过你最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回到崩铁，待在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空间站那里，和那个粉毛最后来一个合影吧，就当作是我最后的回照了，然后我就可以安心的走了。其实我本该在 2.8 版的那个最无聊的时间段就彻底退游了，但是问题是那个3点几版本的时候，它出了那个侠蝶，我确实一眼就中意了，加上回去我就尝试抽了一下，那个时候呢没有给我歪掉，于是我就喜欢上了侠蝶。我连手机壳还有手机壁纸我都放了侠蝶的壁纸，就当是侠蝶给我的游戏时间续命了肌肤1年但可惜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会，该退游的还是得退游。那废话不多说我直接正式退游崩铁，再见了咪吼优再见了侠蝶。现在呢就在我的 iPad 上直接卸载，再见了崩铁好给我的存储空间空出一大格，省得影响我玩闷抽的山顶人话说就是因为之前在安卓手机上注册的崩铁结果呢换了苹果设备以后追尾玩那个嗨咬黑，就算充钱也不给我充直接一个弹窗，请使用注册设备进行充值那不摆明叫我浪费网页端充值吗？好多时候你知道吧，我想充钱充卡往往就是因为冲动消费的结果但是既然你看不起苹果，那我就当你是安卓游戏好啦。好，那我现在连 iPhone 手机上的崩铁我都给你同样卸载了，省得我以后再去留念。对了，这个米游戏我倒是可以看一下，米哈游的原神我都有玩过在2022年的7月，我当时买了个新手机，就是那个红魔7游戏手机就开始入坑了原神。最后一次嘛是在2024年的9月份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玩过了。好像那个时候是门潮它出了 1.3 版本，有手按人来了我就开始觉得那个优化全方位都超过了原神。反观那个时候原神那就是不思进取都4年了都老游戏了，再加上呢之前可能是经历过那个 4.8 的那个阴影那个伞兵勇者大人，所以也只能陪伴2年多还有那个什么绝区零我是直接开服玩了3天就玩不下去了直接就放弃了。未来的米游它那个什么新游戏出我反正是不敢再注册了。反正就是我认为，如果你讨厌一家公司，最好的方式那就是未来不再和这家公司产生新的任何交集的同时，要學會
慢慢地、逐渐地斩断过去所产生的捆绑关黑。就像我虽然很喜欢哈蝶，但最后还是不得不离开，因为我知道1年后这个哈蝶又是路边一条，在强大的那个数值膨胀之前，灭辅助都救不了你，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这还是游戏角色吗？要我说强势脱离没有什么不好的。虽然说你可能因为还有喜欢的角色没有去补强直接强制脱离退游会留下遗憾，但是总是要做出改变，你慢慢脱轨直到越来越降低对这款游戏对我的束缚，从每日上线步行快开始，直到某天发现自己已经长达好几个月都没有重新登录过了因此彻底不相往来，完全断绝。